这不是左然提到的新生吗？别在门口站着，赶紧进来吧。好啦，现在人都齐了，我就先撤了。麻烦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左然，别摔坏道具，还有记得还钥匙。我明白。差不多就是你想的那样。哦，关于我之前提到过的试镜，戏剧社原先预定要上台的同学得了流感，所以翟星找了我顶上。当然，在正式登台前，还是要走些试镜流程，得到戏剧社其他人的认可才行。那天晚上你听到的《奥赛罗》只是我在热身，想读些名著的台词，找找感觉。真正要演的剧是这个。我不想变得完美，也不需要你总是在我面前绝对不变的状态。如果你看到我最真实的一面，是否会……什么？哦，是我的疏忽，抱歉。还是从头来一遍吧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自己还要克服不少东西。哦，他有点事，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，一会儿回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来不只是等他吧？哎，先打住！我知道他的问题，也能感觉到你对此很好奇。我可以告诉你真相，不过你要保证把接下来我给你的东西藏好，不能被左然看到。这个可以用戏剧教室的老式光碟机播放，去吧。俗话说眼见为实，等你看完就全明白了。我没事，妈妈说能吃辣才是男子汉，所以大姐姐只要监督我就好了。啊嚏！
翟星和我说你已经去了戏剧教室，让我也到那里和你会合。没想到我前脚刚进教室，你就推门跑进来。你不必向我解释什么，倒是我现在该向你坦白一切了。我小时候因为一些机缘巧合，参加拍摄了一段广告。当时因为年纪太小，完全没有被拍摄的实感，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大人的鼓励做着动作。这样的表演反而引起了一些关注。据说我父母为此收到了不少邀约，其中不乏短片，甚至影视剧。据大人们说，这孩子真的很有天赋，千万别浪费了大好机会。算是吧。之前有一次写影评时，我被一位相当尊敬的导演邀请重新成为演员试试。也就是说，我被邀请参加电影试镜了。这段时间你读到的，其实是电影剧本。客观来看，确实是你说的那样。但放在我身上，我虽然很想尝试，但一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说。毕竟在大多数人，包括我父母看来，我应该会一直走升学路线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数。所以我只能偷偷练习台词，找翟星帮忙。当然，还有请你当我的对戏搭档。哪怕邀请你了之后，还是不敢说出一切，编了个给戏剧社救场的蹩脚理由。我担心的和试镜本身无关。刚才看你播放光碟，我正式确信了一件事。大概，人是很难回到和以前一样的状态的。随着慢慢长大，需要考虑的事变多，所谓的天赋，大概也会被逐渐消磨。所以，什么？你……好，我明白了。那排练活动就照常进行，一言为定。
左然学长又来了哟。老师委托我把这张表转交给你，需要你签个字。同学，你是哪个班的？他是和我一起的，今天我们有采访任务。左然，你早说嘛，我就不多此一举了。是那位导演。最后才轮到我上台试镜，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吧。什么？看着你。我知道了。下一位，怎么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左然，你知道为了横向比较，每个候选演员上台试镜时，必须和我带来的助手搭戏。我的助手目前有些急事，可能需要耽误10分钟左右，可以麻烦你再等待一会儿吗？当然可以，导演。
导演，我其实……也不是不行，主要还是看演员本人的意思。我没有意见。为什么？可是你也知道，我接下来说不定还是会像之前排练那样。可是，吸引？真的吗？我明白了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你对我的好奇，应该从来都不是学生般的小打小闹吧？毕竟人是一种喜欢顾左右而言他的生物，嘴上说着好奇在意，实际上却想要更深刻的事物。当然可以。哦，说到想去的地方，我们先从餐厅开始怎么样？一起被侍者领到靠窗的双人位，坐下来边读菜单，边讨论为什么现在的菜名都取得那么怪。吃完饭后，要不要再去附近的超市看看？那里的货架像迷宫一样，我们可以一直逛到闭店。不要露出告别的表情啊！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就没想过要离开。
哼。